从未见过这么直接的消防员面试官。只一个问题就把对面问懵了，他正在犹豫该怎么回答，面试官却根本不给他思考的时间。3 months ago， 没人愿意接受一个毒虫，而面试官却破天荒地给了他一个机会。他扔给对方一双跑鞋，承诺只要完成体能训练，就可以破格进入森林消防队。可他的体能太差了，不仅被远远地甩在后面，还累到狂吐不止。当其他人跑到山顶并踏上返程时，他连一半的路程都没跑完。2个队员劝队长尽早放弃，还打趣到毒虫可能在半路上就挂了。显然队长也没抱多大希望。可就在这时候，一道身影踉踉跄跄地出现在不远处，他步履蹒跚，似乎是用尽所有力气才来到队长面前。他缓缓掏出手机举到队长眼前，屏幕里是一张他跑到山顶的自拍照。队长倍感欣慰，并让他周一来这里报道，而他的毅力也赢得了其他队员的尊重。而一个身残志消的瘾君子，究竟因为什么才让他做出如此改变？男人名叫布兰登，几个月前他无意间遇到了前女友，却没想到刚分手没多久，对方竟然隆起了肚子。他把对方叫到餐厅后门，想当面问个清楚，对方却直截了当地说孩子是他的。布兰登心存愧疚，想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，却被前女友一口回绝。因为孩子不需要一个毒虫父亲，他也不需要一个毒虫丈夫。前女友决绝的话让布兰登心如死灰。他来到酒吧买醉，却被别人扔了出来。瘾君子在这个小镇上犹如一只过街老鼠，无处可去的布兰登摇摇晃晃地走在街上，无意间看到一辆忘记锁门的车。出于本能，他钻进车里想偷点值钱的东西，却被警察抓了个正着。母亲给他交了保释金，他才被放出来。以前只是吸毒，现在又开始盗窃。母亲对他失望透顶，一气之下把他赶出家门。从此他变成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。而让他真正做出改变的是他在医院见到女儿的那一刻。森林消防队的训练很苦，队长也很严格。这天在训练时，队长突击检查条例，布兰登却一条也回答不上来。Yes, sir. 因为他的失误，所有分队成员都受到了惩罚。所有人都指责布兰登拖后腿，更有甚者开始对他进行语言攻击。You sure that kid's even yours, bro? 队友麦子的话让布兰登瞬间暴起，他把麦子压在身下，扬起拳头就要打下去。Quit on yourself. 队长的话让布兰登恢复了理智，他起身来到一旁。为了女儿，他已经学会了忍耐。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森林消防员，不仅要学会构建各种防火线，还要学会在不可控的火势中更好地保护自己。在队长的指挥下，他们开始训练使用防火带。如果在实战中遇到大火濒临，而消防员来不及跑的情况，就只能建立临时防火站。每个消防员要把防火带套到身上，脚尖朝着大火的方向。最重要的是把头埋进冰冷的土里，只要能呼吸，那么就有活下来的可能。Turnover seconds away, and it sounds like 100 freight trains right on top of you. Wind ripping like a hurricane. Heat coming on, 1,000+ degrees. 这是一项每次都要演练，可谁也不愿意用上的技能。而就在这时，队长突然接到通知，奇里卡山发生火情，大火已经焚烧了3000亩山林。接到通知后，消防队立即出发。临行前，队员们纷纷给家里打去电话，他们尽量以轻松的语气表达自己对家人的爱，因为每一次出征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。到达目的地后，他们转乘直升机深入火焰腹地。这是布兰登第一次参加实战，也是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山火。一股股热浪肆意拍打着机身，强烈的窒息感让布兰登无法呼吸。按照救援计划，他们赶赴预定地点，要在大火烧过来之前清理掉所有可燃物，建立一条隔离火势的防火带。就在一切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时，意外发生了。一个风暴体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逼近火场，那也就意味着火势会因为风的加入而变得更大。此时的队长也意识到，他们的防火带已经阻挡不了大火，如果任由火势蔓延，不远处的城镇也将不复存在。此刻，队长不顾众人反对，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他命令队员点燃山脊的另一边，采取以火攻火的方式灭火。这一决定让新来的队员都感到不可思议。他们明明是消防员，却在干着纵火的事，而结果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。很快，山火和迎面火发生碰撞，山火因为失去可燃物迅速熄灭，一场看似浩大的危机就这样轻描淡写地解决了。而这就是战功显赫的7组消防队，他们仅有20人，也只是个2级消防队，却铸就了一个接一个的神迹。燃尽的森林一片死寂，队员麦子捡起一块石头想带给儿子，丝毫没注意到身后的焦木。好在布兰登眼疾手快，一把把他拉了回来。Thanks, man. 因为这件事，麦子也从心底接受了布兰登这个新入队的菜鸟。完成任务后，他们准备踏上返程。
可布兰登却不小心弄丢了头盔带。按照规定，没有头盔带不能上飞机。副队长灵机一动，递来一捆胶带，结果就出现了这一幕。其他人都有些忍俊不禁。这时麦子却突然拿出了布兰登的头盔带。布兰登哭笑不得，朝麦子打了个友好的国际手势。此刻他才真正融入这个集体，不知不觉间，他们早已成为彼此最信任的兄弟。因为他们在救火行动中的出色表现，7组破格晋升为1级先锋队。他们以自己的家乡命名，花岗山先锋队。任谁也没有想到，在不久的将来，这支消防队会被载入史册。每次执行完任务，布兰登都会偷偷的去女友家，他不敢敲门去看女儿，每次都是放下东西转身就走。这天他像往常一样去送东西，转身离开时却被女友叫住了。显然女友已经看到了他的变化，从一个瘾君子变成救火英雄。天知道他付出了多少努力，可当真正面对女儿的时候，布兰登却退缩了。他怕满身的烟尘弄脏女儿漂亮的脸蛋。Nah. I'm so dirty, I don't want to mess up her clothes. It's okay, really. It's fine. 布兰登小心翼翼地接过孩子，看着孩子稚嫩的脸庞，他在此刻明白了家庭的意义。不久后，位于科罗拉多大峡谷的龙山发生山火。接到命令后，花岗山先锋队立即出发，火势越来越凶猛。他们像往常一样点燃了迎面火，布兰登却在撤退时迷失了方向，被一截树枝绊倒在地。眼看大火迎面扑来，已无路可退，危急时刻，队长一把他拖了出去。耀眼的火光照亮天际，大火也被逼停在悬崖边上。看着眼前的壮举，队员们无比自豪。晋升为1级先锋队后，他们的任务越来越多了。这天，隔壁的小镇因为闪电引发山火。花岗山先锋队接到命令，保护一棵千年古树，他们要在古树前建立一道防火线，而他们也像往常一样，清理周围的可燃物，挖掘防火槽，采取以火攻火的方式，轻而易举地把山火扑灭。从天空俯视，能看到一道壮丽的风景线，一边死机一边生机。完成任务后，他们在古树前拍了张大合照。可谁又能想得到，这张合照竟然是他们的绝照。2013年，美国亚内尔山突发山火，花岗山先锋队临危受命，奔赴一线执行打火任务。临行前，队长为了不让妻子担心，谎称这次只是个小意思，还答应妻子赶回来吃晚饭。可谁又能想到，这一别也许就是永别。赶到预定地点后，他们像往常那样挖掘防火带，清理可燃物，建立一条绝对安全的隔离带。队长凭借多年的经验发现，这次的山火并不简单。天空中聚集起一大片云团，云团越大，风力也会越强。保险起见，他命令队伍提前将隔离带前的灌木丛点燃，这样大火烧到这里的时候，就会因为失去可燃物而快速熄灭。而就在队员们点燃了灌木丛的时候，一架消防飞机却发生误判，错把这里当成山火浇灭了。这一失误无疑是致命的，由于地面都被打湿了，再想点燃已经不可能了。队长无奈只好放弃这个绝佳的地点，把防火线往山脊上引。为了掌握实时风向，队长安排布兰登去远处的高点观测。这时正好有其他消防队的人路过，布兰登坐上顺风车来到对面的山头上，经过测量，好在一切都正常，风向和风速没有明显变化。可过了没多久，意外就发生了，风向由南风变为北风，风速也达到了惊人的56公里。当布兰登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大火已经朝他席卷而来。他接到撤退指令，却不小心掉下岩石。当他拼尽全力往外跑的时候，大火已经在他四周烧了起来。很快他被浓烟笼罩，迷失方向，前面的路已经被大火死死封住。就在布兰登心生绝望的时候，那个开着车的消防员又回来了。原来是他从对讲机里收到了布兰登的求救信号，这才赶来把他救走。他把布兰登带回了指挥中心，而因为风力越来越大，火势已经变得不可控制。花岗山先锋队剩余的19人被困在了山火中央，指挥中心让他们撤往预定地点避火。可大火马上就要烧到避火点，而此刻的风速已经达到80公里，跟山火赛跑根本就不可能。唯一的消防飞机也被浓烟挡住了视线，根本不可能精准洒水。滔天巨火顷刻间就烧到了眼前，无奈队长只好命令就地布置防火站，这是他们最后的也是唯一的选择。队员们熟练地拿出防火带穿在身上，像往常演习的那样，把脸埋进冰冷的土里，然后默默地向上帝祈祷。布兰登听着对讲机里的声音，已经泣不成声。大火掠过的土地满目疮痍，他夺走了原本的一切生机。当救援队找到他们的时候，只剩下19具焦黑的尸体。对讲机里传来的声音是多么的绝望。与此同时，所有的家属都接到了通知，花岗山先锋队牺牲19人，幸存1人。所有人都聚集到了体育馆，每个人都寄希望于幸存的那个人是自己的丈夫、父亲、儿子。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if my husband is alive or dead? 明明经历了最痛苦的绝望，
却在绝望里产生一丝凄苦的希望。这是煎熬上的煎熬。而另一边，布兰登正在赶往体育馆，其他人都劝他不要去，而他却坚持要去。他要让那些人的希望破灭，因为所有人都无法逃避这一切，唯有经历了真正的绝望，才有重新站起来的可能。布兰登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体育馆，天知道做出这个决定需要多么大的勇气。他的脸庞渐渐清晰，从期望到失望，甚至再到绝望，往往只需要一瞬间。此刻的体育馆好似人间地狱。布兰登逃似的转身离开，这一遭仿佛抽掉了他所有的力气，他再也坚持不住，跪倒在地。Should have been me. Yeah, he was better than me. They were all better than me. 时间能治愈伤口，但伤口的疤却会跟随一生。山上又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植被，在那棵千年古树下，挂满了人们对英雄的思念。布兰登小心地吹掉照片上的灰尘，他要代替兄弟们好好活下去。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只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。